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人生下半场》故事解说。65岁的赵守山每月有着3万元的稳定退休金，整整40年以来，家里所有的生活开支全都依靠他的这份收入支撑。辛苦操劳半生的他，只想在自己生日这天给自己买一根1000元的鱼竿当做生日礼物，好好犒劳一辈子为家庭付出的自己。可这份简单朴素的心愿却被老伴李秀兰当场狠心折断。看着断裂的鱼竿，赵守山满心委屈与寒心。他兢兢业业养家40年，到头来连给自己买一件1000元礼物的资格都没有。积攒多年的失望彻底爆发，他下定决心不再一味迁就隐忍，决意摆脱这段压抑半生的婚姻。邻居看到赵守山的新鱼竿，认出是品质上乘的碳素竿，市价接近1000元，十分好奇他怎么说服强势的老伴同意自己买渔具。赵守山连忙示意邻居小声坦言，这根鱼竿是自己省吃俭用大半年，一点点攒钱买下的，是他送给自己65岁的生日礼物，来之不易。两人的对话被一旁的李秀兰尽数听在耳中，她瞬间怒火上涌，当众指责赵守山自私任性。她数落家里开销巨大，儿子的车贷、房贷，还有家里宠物狗乖乖的进口狗粮，每一笔都是固定支出，家里处处要用钱，根本容不得赵守山肆意挥霍。面对老伴的苛责，赵守山满心无奈。他坦言和李秀兰结婚40年，这是自己这辈子第一次给自己买生日礼物。可李秀兰丝毫不在意他的心酸，反而出言嘲讽，说他年过半百，黄土埋身，没必要过生日，更不该花冤枉钱买无用的鱼竿。围观邻居也暗自看清真相，李秀兰看似心疼家里开销，实则是不满赵守山没有把每一分钱都上交到他手中。生日当天的赵守山满心落寞，独自来到小卖部，想买2包烟稍稍慰藉自己。店员结算后告知总价20元，可赵守山扫码时，设备频频提示支付失败，他这才发现自己身无分文。无奈之下，只能低头给李秀兰打电话，小心翼翼请求对方转12元，帮自己补足烟钱。电话那头的李秀兰得知缘由，立刻冷嘲热讽，细数他买1000元鱼竿时的阔气模样，嘲讽他如今活了大半辈子，连12元烟钱都掏不出，还厚着脸皮伸手要钱。当众被挖苦的赵守山羞愧不已，只能尴尬向店员道歉，说自己不买烟了。店员见老人落寞可怜，心生善意，主动帮他付清烟钱，将2包烟当作生日礼物相送，真诚祝他生日快乐。这份陌生的温暖稍稍抚平了赵守山心底的冰凉。赵守山带着香烟回到家中，李秀兰依旧喋喋不休，不停念叨抽烟浪费钱财，叮嘱儿子赵刚日常花销能省则省。可话音刚落，他又立刻嘱咐儿子晚上务必去宠物店给宠物狗乖乖买2000元的进口狗粮，直言廉价狗粮没有营养，会导致狗狗拉肚子，对高额的养狗开销毫不在意，双重标准尽显无疑。赵刚顺从答应，牢牢记住了母亲的叮嘱。没过多久，李秀兰就发现了赵守山兜里的香烟，瞬间勃然大怒。他认定赵守山私藏私房钱，不停追问香烟来源，质疑他刻意攒钱隐瞒自己。他不解赵守山方才还身无分文，转眼就能买烟，厉声斥责他不配抽烟。数十年的压抑与委屈在此刻彻底崩塌，赵守山心灰意冷，平静地向李秀兰提出离婚，希望两人往后彼此放过，各自解脱。李秀兰听到离婚2字，瞬间暴怒，坚决不肯同意。一旁的儿子赵刚也连忙上前劝阻，指责父亲太过冲动。他声称父母相伴4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晚年闹离婚会被邻里议论，让自己颜面尽失，强硬要求父亲打消离婚的念头，给母亲赔礼道歉。儿媳王静心地善良，看不惯一家人苛责老人，主动开口为赵守山说话。他表示父亲一生省吃俭用，唯一的爱好就是钓鱼，珍藏的鱼竿被折断，心里必然无比难受，劝众人多多体谅，不要再指责。可李秀兰根本听不进劝解，厉声呵斥王静多管闲事，直言家里没有他说话的份，还当众贬低赵守山，说他在家里的地位连宠物狗乖乖都不如，甚至放话若王静再多嘴，就将他一并赶出家门。王静无奈，只能默默闭口。争执过后，李秀兰全然不顾赵守山的情绪，只顾着叮嘱儿子看好宠物狗，警告狗狗若是少一根毛发，就为赵刚试问。交代完家事，他便安心出门和牌友组局打牌，一心想要靠打牌赢钱。赵守山独自留在空荡荡的家中，满心悲凉。他看着自己辛苦半生攒下的退休金，尽数供妻子打牌享乐，精致养狗，而自己却连1000元的爱好都无法实现，终于彻底醒悟，往后余生，他要彻底为自己而活。下定决心改变的赵守山，立刻前往银行办理业务，申请将自己的工资卡挂失冻结，重新办理一张新卡。工作人员核对信息后告知他，冻结原卡后，
所有资金往来、代扣业务都会全部终止。询问他是否确认更换卡号，赵守山态度坚定，明确表示确认办理。从今往后，自己的退休金只会划入新卡，再也不会任由他人掌控。另一边，出门打牌的李秀兰运气极差，一场牌局足足输掉3000元。满心郁闷的他回到家中，看到桌上炖好的肉，丝毫没有察觉家中异样，只当是赵守山懂事，心疼自己打牌辛苦，特意炖肉犒劳自己。他品尝过后连连夸赞肉质鲜香软烂，比日常买的肉口感更好，还暗自盘算着以后让赵守山多炖一些。可没过多久，李秀兰就发现不对劲，瞬间崩溃大哭，慌忙打电话喊儿子赵刚回家，哭诉赵守山狠心杀掉了宠物狗乖乖，还把狗狗炖成了肉，甚至执意要和自己离婚。他冲出家门，对着邻里街坊大肆哭诉，细数自己40年操持家务、生儿育女的付出，控诉赵守山退休有了退休金就忘恩负义、翻脸无情。围观的邻里纷纷出言劝解，有人认为赵守山做事太过决绝，不该为了一只狗闹离婚，也有人劝说老夫老妻相伴多年，晚年离婚太过丢人。面对众人的劝解与指责，赵守山始终神色平静，等众人说完，才缓缓拿出多年的消费记录，当众揭开了这段婚姻隐藏40年的真相。赵守山当众说明，自己每月3万元的退休金，40年间从未私自留存一分，全部上交李秀兰。他展示出的消费记录清晰显示，李秀兰舍得花3000元给宠物狗买金项链，每月固定消费2000元购买进口狗粮，每月打牌更是要输掉5000元，日常消费大手大脚，毫无节制。反观他自己，攒了大半年才舍得买一根1000元的鱼竿，还被当众折断。日常穿的外套只有89元，感冒买药只舍得花32元，一辈子省吃俭用，从未为自己大额消费一次。赵守山坦言，数十年以来，妻子和儿子在家肆意消费，享受生活，自己默默赚钱养家，包揽所有家务，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他直言，若是众人觉得李秀兰委屈，大可将她接回家供养，供她打牌享乐，宠爱宠物。邻里看完2份差距悬殊的消费记录，终于看清全貌，纷纷改口，直言李秀兰做得太过过分，任何人常年承受这般委屈都无法忍受。眼见舆论反转，李秀兰悄悄示意儿子帮自己说话挽回局面，而赵守山早已做好准备，拿出拟好的离婚协议，告知李秀兰，只要签字离婚，自己会额外支付2万元补偿金，若是拒不签字，他就向法院起诉离婚，届时李秀兰1分钱都得不到。李秀兰心中暗自盘算，认定赵守山的旧退休金卡还在自己手中，就算离婚，自己依旧能每月支取3万元退休金，还能白拿2万元补偿金，稳赚不赔。于是他立刻答应签字，暗自得意，就算离婚，赵守山依旧是自己的提款机，还盘算着拿到钱后购买心仪的金镯子和名贵宠物犬。就在李秀兰满心盘算之时，意外骤然发生，儿子赵刚在外赌博欠下3万元赌债，债主上门威逼，扬言当日不还清欠款就打断赵刚的手脚。惊慌失措的赵刚急忙回家求助，李秀兰气急败坏，立刻逼迫赵守山拿钱还债。赵守山顺势提出条件，要求李秀兰当日立刻和自己去民政局办理离婚，只要手续办妥，他不仅帮赵刚还清3万元赌债，还照常支付2万元补偿金。李秀兰权衡利弊，觉得这笔买卖十分划算，毫不犹豫答应下来，即刻动身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。顺利办完离婚后，李秀兰满心欢喜，带着儿子去商场大肆消费。她自信拿出手中的旧银行卡，想要购买价值28000元的饰品，却被店员告知银行卡无法使用。李秀兰十分诧异，坚信卡内有几十万存款，当日刚到账3万元退休金，反复让店员重试，最终确认这张旧卡已经彻底作废，无法使用。李秀兰这才幡然醒悟，气急败坏找到赵守山讨要说法，逼迫他交出新的退休金银行卡。赵守山神色淡然，明确告知他，两人已经正式离婚，自己的收入收支无需再向他报备，此番回来只是拿走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无法接受现实的李秀兰当场崩溃，当众撒泼哭诉，指责赵守山忘恩负义，只为一根1000元鱼竿就抛弃相伴40年的妻子。一旁的赵刚连忙劝阻父亲，以母亲年事已高，患有高血压为由，恳求父亲放下行李，低头认错。赵守山看着不懂自己的儿子，平静坦言，自己已经隐忍40年，早已足够。说完便转身离去，彻底离开这个压抑半生的家。李秀兰对着他的背影大声咒骂，放话他敢走出家门，就一辈子别回来，还当众哭诉赵守山抛妻弃子，良心尽失。赵刚于心不忍，想要送别父亲，却被李秀兰当场拦下。
李秀兰将所有过错归咎到儿媳王静身上，认定是王静煽风点火、撑腰怂恿，才让一向懦弱的赵守山敢离家离婚。她十分自负地笃定，赵守山在外无人依靠，不出3天必定会灰溜溜回家跪地求和。赵刚也只能顺着母亲的话不停安慰。邻里街坊纷纷上门劝解李秀兰，都认为赵守山只是一时赌气，年纪偌大无处可去，最终一定会回归家庭。而离家后的赵守山径直来到了妹妹赵灵儿家中，赵灵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，拿出亲手腌制的萝卜和热气腾腾的面条招待哥哥，贴心告知这里永远是他的家，往后可以安心常住，衣食无忧，饭菜管够。住在妹妹家的日子是赵守山半生以来最轻松自在的时光。兄妹二人闲聊过往，赵灵儿询问他往日在家的日常，赵守山缓缓道出，过去40年，他每天晚上都会先给李秀兰倒好温水放在床头，随后简单看书，10点准时休息。赵灵儿疑惑询问嫂子是否会陪他闲聊谈心，赵守山无奈苦笑，坦言李秀兰睡得极早，还嫌弃自己睡觉打鼾，平日里根本不允许他多说话。数十年的婚姻里，他始终沉默压抑，毫无尊严和话语权。赵灵儿满心心疼，当即约定次日一早和哥哥一起挖蚯蚓，出门钓鱼散心。久违放松的赵守山欣然应允。与此同时，家中的李秀兰依旧蛮横挑剔，仅仅3天时间，他就嫌弃儿媳王静煮的稀饭清汤寡水，难以下咽，刻意刁难指责。王静终于忍不住说出心里话，直言赵守山在家时每天都会变着花样做3餐，可李秀兰当时嫌弃老人做饭有老人味，口感差，如今自己每日早起做饭，却依旧难逃百般挑剔。王静当众戳破真相，赵守山从来不是被人撺掇离家，而是被李秀兰数十年的辱骂、打压、苛责硬生生逼走的。李秀兰常年当着邻里的面辱骂赵守山是窝囊废、吃白饭的，丝毫不顾及他的尊严。任何人身处这般压抑的家庭都无法长久坚持。恼羞成怒的李秀兰彻底失控，当场暴怒将王静赶出家门。心灰意冷的王静彻底心寒，当即决定带着孩子回娘家暂住。丈夫赵刚不仅不体谅妻子的委屈，反而责怪她不懂事，不知道谦让老人。王静看着愚孝的丈夫，彻底失望，不再争辩，独自带着孩子离开。就在赵守山脱离压抑家庭，安稳度日之时，人生转机悄然降临。是红星机械厂的负责人专程登门拜访，告知赵守山，省里的行业专家点名邀请他退休返聘，担任厂里的技术总顾问。赵守山起初十分谦逊，以已然退休为由，想把机会让给年轻后辈。可负责人诚意十足，极力劝说他出山，开出30万年薪的优厚待遇，还免费配套市中心高档公寓，物业费、水电费全免。赵守山被对方的诚意打动，答应认真考虑。妹妹赵灵儿满心欢喜，由衷为哥哥庆幸，知道从此再也没人敢轻视欺负哥哥。另一边，独居的李秀兰整日郁郁寡欢，无所适从。赵刚为了让母亲散心，想起同事的母亲曾因抑郁，参加市里夕阳红退休联谊会后结识众多好友，每日唱歌跳舞，生活充实，便劝说母亲前去参与，开阔心境，排解烦闷。多疑的李秀兰瞬间误会，误以为儿子想让自己晚年相亲，当场愤怒拒绝。赵刚连忙解释，联谊会只是退休人员的普通交友交流活动，参与者都是有退休金、有文化的体面老人，并无相亲环节。高傲好胜的李秀兰听闻，当即答应参加，直言自己无所畏惧。与此同时，赵守山顺利办理完返聘入住手续，入住厂里配套的高档公寓。社区工作人员得知他单身独居，热情邀请他参加周末的夕阳红联谊会，调侃以他的条件，定会成为全场最抢手的嘉宾。想要丰富晚年生活，结交新朋友的赵守山欣然答应前往。联谊会现场，李秀兰意外撞见气质出众、收拾得体的赵守山，瞬间怒火攻心。他当众冲上前发难，肆意诋毁赵守山，指责他刚离婚就刻意打扮，到处招蜂引蝶，故意恶心自己。他大肆哭诉赵守山的不堪，嘲讽他平日里连10元烟钱都舍不得花，为了退休金狠心离婚，如今只想骗吃骗喝，离开自己一无是处。就在李秀兰肆意辱骂，众人议论纷纷之际，机械厂负责人及时赶到，当众隆重介绍赵守山的身份。众人这才知晓，赵守山是省内精密制造行业的泰斗级专家，如今被机械厂以30万年薪重金返聘，坐拥市中心高档公寓，是社区特邀的荣誉嘉宾。得知赵守山的真实实力与成就后，在场老人纷纷改观，主动热情上前攀谈。有人夸赞他是国家栋梁，实力出众；有人主动分享好茶，钓鱼爱好者主动邀约日后结伴垂钓，还有退休老师主动索要微信。
希望日后一同晨练，交友相处。看着众人纷纷追捧赵守山，备受冷落的李秀兰满心嫉妒与愤怒，暗自咒骂在场众人趋炎附势。颜面尽失的他依旧不肯罢休，强行拉住赵守山对峙，质问他刻意参加联谊会结交他人的目的。赵守山神色平静，坦然诉说心声。他坦言自己65岁，40年委曲求全，只为顾家，如今只想拥有能好好说话、舒心相处的人际关系，踏踏实实为自己活一次，这并没有任何过错。他明确告知李秀兰，两人早已离婚，再无任何牵扯，希望他彻底放下执念，不再纠缠。随后赶来的赵刚将落寞的母亲接回家中，一路上，李秀兰不停责怪儿子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欺负，却不为自己出头。经历种种的赵刚终于彻底清醒，第一次认真反驳母亲。他直言，父亲如今体面从容，受人尊重，可这份体面，母亲40年间从未给过他分毫。父亲在家中任劳任怨40年，没有朋友，没有新衣，没有自我。当年母亲当众折断父亲攒了半年的鱼竿时，就早已碾碎了他所有的尊严。彻底醒悟的赵刚，没过多久就带着孩子主动前去公寓看望赵守山。孙子十分想念爷爷，一路满心期待。赵守山见到儿孙前来，满心欢喜，坦言自己虽习惯独居，却每天都会习惯性多做几份饭菜，始终期盼家人前来探望。他热情招呼二人进屋用餐，特意做了孙子最爱吃的红烧鱼。用餐途中，赵刚在父亲抽屉最深处发现了一本珍藏40年的账本。翻开账本，密密麻麻的记录历历在目。40年来家里每一笔开销，小到一包盐、一根针，大到各类大件支出，全部清晰记录，且每一笔花销都用在了家人和家庭之上，从头到尾没有一分钱是为赵守山自己花费。看着这本沉甸甸的账本，回想父亲40年的隐忍与付出，赵刚满心愧疚悔恨，含泪向父亲道歉，坦言自己从前愚孝糊涂，从未体谅过父亲的委屈与不易，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。赵守山看着懂事的儿子，连忙轻声安抚，不愿他在孩子面前失态，催促众人赶紧吃饭，避免饭菜变凉。赵守山温柔叮嘱儿子，往后可以随时带孩子前来探望，提前告知即可，自己会提前准备好孙儿爱吃的大明虾。赵刚郑重承诺，今后每周都会带孩子前来陪伴，好好弥补父亲。回家之后，赵刚将账本的真相全盘告知李秀兰，彻底撕碎了他40年的自我感动与偏执。他细数父亲一生节俭付出，对比母亲肆意挥霍、苛待丈夫的所作所为，坦言自己活了38岁，从未为父亲做过一顿饭，反而常年跟着母亲挑剔、嫌弃父亲，内心满是自责与愧疚。他直言母亲养育自己多年，却也辱骂、委屈父亲数十年，如今自己已然懂事，再也无法坦然漠视这一切。最终，赵刚做出了艰难的决定，他告知李秀兰，自己会带着妻儿搬出去居住，将房子留给母亲独居，日后不会时常回来陪伴。李秀兰瞬间慌乱崩溃，哭诉自己是他的亲生母亲，儿子离开后自己孤身一人无依无靠。赵刚平静回应，当年是母亲亲手丢掉了陪伴40年的父亲，如今就让他亲身感受孤身一人无人依靠的滋味。另一边，联谊会的刘老师得知赵守山独居，特意熬制他最爱喝的排骨海带汤上门探望。赵守山礼貌道谢，暖心接纳了对方的好意。李秀兰得知后立刻上门大闹，看到赵守山将自己熬制的汤转手赠与他人，瞬间怒火中烧，厉声质问他为何如此绝情。赵守山终于道出积压40年的心里话，他坦言自己40年如一日为家人做饭，换来的从来都是李秀兰的嫌弃与辱骂，常年被指责做饭难吃，堪比猪食。如今他体会到别人用心相待的温暖，格外舒心。他明确告知李秀兰，往后不必再为自己送任何东西，自己什么都不缺，更不缺这份迟来的假意关心。不甘心的李秀兰再次逼迫儿子出面帮自己出头，阻拦赵守山交友。可赵刚早已彻底通透，明确告知母亲，父亲如今是单身，拥有自由交友的权利，两人已然离婚，母亲没有任何资格干涉父亲的生活。当初母亲肆意冷落、贬低父亲，如今父亲苦尽甘来，他更没有资格纠缠打扰。不久后，赵守山的个人机械工作室正式开业，现场花篮林立，宾客云集，甚至有市里领导专程到场祝贺，场面盛大隆重。昔日轻视他的邻里纷纷改口夸赞，称赞他实力出众、大器晚成，感慨李秀兰有眼无珠，错把珍宝当尘埃，亲手推开了真心顾家、能力出众的半生伴侣。始终无法接受现实的李秀兰，执意闯入开业现场，自认是赵守山的原配妻子，有权参与仪式。工作人员依规要求他出示邀请函，李秀兰当场撒泼大闹，
声称两人并未彻底斩断关系。赵守山吃他的，用他的数十年，如今功成名就，就想抛弃自己，绝无可能。但无论他如何哭闹纠缠，都再也无法牵绊已经彻底挣脱枷锁，为自己而活的赵守山。往后余生，赵守山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光明与自由。